中国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那个按部就班、基于资历和业绩的晋升时代悄然远去，那个躺着也能升迁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场风暴从最高层掀起，正逐级向下蔓延，触及每一个体制内人员。要说这2年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体制内那些让人眼红的金饭碗正在变成烫手的山芋，体制内的好日子结束了。2023年，全国31个省份的财政收入数据令人震惊，28个省份的收入增速低于 5%， 其中15个省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正在快速瘪下去。当财政吃紧，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财政供养人员。某省级机关一位干部透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该单位2023年的年终奖比2022年减少了接近 40%， 一系列福利补贴更是被直接取消。过去每逢节假日发放的购物卡、有米面等慰问品，现在都以厉行节约的名义消失不见。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底，全国至少有超过200个地级市的事业单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薪，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在过去的黄金时期，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财政收入的下滑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整个体制内的生态正在发生巨变。过去那种重资历、轻能力的晋升路径正在被打破。2023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数据显示，报考人数首次出现负增长，比2022年下降了 12%。这个数字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连应届毕业生都开始对体制内失去信心。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状况更是令人担忧。某省会城市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天要处理超过50份文件，参加3至4个会议，处理近100条各类微信工作群消息。与此同时，检查考核愈发严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问责。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及以下干部超过50万人，比2022年增长了 15%。当前的体制内俨然成为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每天不停地运转，将年轻人的热情和理想碾得粉碎。过去人们挤破头都想进体制，为的就是那份稳定和体面。而现在，稳定性正在下降，体面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某部委一位985高校毕业的年轻干部近期透露，目前该单位经常加班到深夜，一个季度要完成的工作量是5年前的3倍，但待遇却在持续下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每天的主要工作竟然是在各种材料和报表中不断的摘抄、复制、粘贴。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话：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对于那些还在憧憬体制内美好生活的年轻人而言，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了。当驴肉已经不是驴肉，香肠也不再是香肠的时候，这碗体制饭还能香多久？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行政编制内人员达到760万，事业编制人员超过3100万，两项合计接近4000万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折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正站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要么坚守，要么转行的艰难抉择。公务员这个曾经令人羡慕的职业，正在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露出其真实的面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持续低迷，这个群体的金饭碗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而这仅仅是开始，未来恐怕会有更多不确定性等待着他们。财政吃紧不仅影响工资收入，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体制内的工作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某市政府一项内部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到58小时，比2019年增加了12小时。这意味着8小时工作制在体制内已成为一种奢望。工作强度提升的背后是层层加码的考核制度。据统计，2023年全国地市级机关年均下发文件数量达到3200份，是2018年的2.1倍。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光是应付各类检查评比、材料报送，就要占用工作时间的60%以上。更讽刺的是，这些材料大多是文山会海，实际作用极其有限。考核不仅体现在日常工作中，更渗透到晋升体系里。某省2023年的公务员晋升数据显示，45岁以下干部的平均晋升周期从过去的3-5年延长到了5-8年。这还只是表面数据，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峻。有分析称，随着财政形势趋紧，未来职级晋升的名额会进一步收紧，预计到2025年，基层干部的平均晋升周期可能延长至8-10年。更令人担忧的是，体制内的35岁现象开始显现。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公务员系统内35至45岁年龄段的离职率达到 4.8%， 创下近10年新高。这个数字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残酷现实，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发现自己既没有竞争力，也失去了上升空间。从地域分布来看，情况更不乐观。一份非官方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有超过2000个县级行政区出现了财政收支缺口，其中近300个县区的收支缺口超过 50%。这意味着基层政府连必要的运转经费都难以保障。有消息称，部分经济困难地区已经开始采取隔月发工资、减发津贴等措施来缓解财政压力。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关注，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42.3 万件，涉及县处级以下干部 50.6 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或许不算惊人，但细看处分原因，有超过 40% 是因为工作失误或者责任追究导致的。换句话说，基层干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责压力。体制内的困境还体现在人才流失方面。某省会城市的数据显示，2023年该市考取公务员的985、211毕业生比例比2019年下降了 38%。与此同时，以在编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离职率达到 6.2%， 几乎是普通人员的3倍。这说明高学历人才正在加速逃离体制内。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体制内的工作方式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基层部门仍在用10年前的方式处理工作。一项调查显示，基层公务员平均每天要在各类纸质材料和表格上耗费4至5个小时。这种低效的工作方式不仅浪费人力，更消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种困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有专家预测，到2025年，全国可能有超过 60% 的县级行政区面临财政困境，这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从当前的形势看，体制内的困境将持续加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仅为 3.8%， 创下1998年以来的新低。按照这个趋势，2024年和2025年的财政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这将直接影响到体制内人员的收入和福利。某省级机关内部评估报告显示，未来3年内，体制内人员的实际收入可能面临 15% 至 20% 的降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试点推行基本工资加绩效的新薪酬制度，取消了过去稳定的津贴补贴，这意味着收入的不确定性将大幅提升。体制内的就业形势同样不容乐观。2023年，全国公务员招录计划同比减少 18.6%，31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下调了招录名额。与此同时，事业单位的用人计划也在持续收缩。2023年全国事业单位招聘人数比2022年减少了 23.5%。这一趋势表明，体制内正在进入全面瘦身阶段。面对这样的形势，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员开始寻找逃生通道。某人才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有超过15万名现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这个数字是2019年的 3.2 倍。然而，他们中真正能成功转型的比例不到 10%。特别值得关注的是35至45岁这个年龄段的困境。这个群体既没有老一辈的资源积累，又缺乏年轻人的市场竞争力。某咨询机构的报告指出，这个年龄段的体制内人员，如果选择转行，平均需要接受 40% 至 50% 的收入下降。这个残酷的现实让许多人不得不继续在体制内煎熬。有人开始尝试副业。某问卷调查显示，超过 65% 的基层公务员表示有做副业的想法，其中 38% 的人已经开始尝试。最受欢迎的副业包括知识付费、在线教育和自媒体等。然而，在政策收紧的背景下，这条路也变得越来越窄。2023年，全国已有超过50个地市出台规定，严格限制公职人员从事盈利性副业。更令人担忧的是养老金问题。据测算，到2035年，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可能降至 30% 以下，远低于国际警戒线的 40%。这意味着，即便熬到退休，体制内人员也将面临养老不足的困境。面对这样的未来，体制内人员基本上只有3条出路。第一是继续坚守，但这需要做好长期收入下降、工作压力上升的心理准备。据预测，到2025年，体制内基层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退回到2018年的水平。第二是转型，但这条路同样充满艰辛。数据显示，成功转型的人大多具备专业技能或者行业资源，而普通的体制内人员转型成功的概率不到 20%。第三是提前规划退休。某调查显示，已有 28% 的90后体制内人员表示会考虑提前退休。他们的计划是趁年轻时积累一定资产，然后选择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是一场艰难的冒险。这或许就是当下体制内人的真实写照。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能做的就是放下幻想，直面残酷。毕竟，这个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与其幻想着躺平，不如尽早做好最坏的打算。